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松果姐姐的频道，我是松果姐 Isis Wu。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聊外太空，今天要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，所以我决定要开始做一系列的从性到超意识系列。那讲到这个系列呢，我不得不去邀请我的花魁姐姐 Tara Renee， 我们的性爱夫人。我什么时候变性爱夫人了？大家好，我是 Tara Renee。大家好。她现在呢正在攻读性学研究所。那因为有发现到她过往很多陪谈的这些个案里面，大家其实对性跟爱都有极大的框架跟痛苦在里面，所以呢，她觉得自己要再更深入、更专注的去研究，来解决芸芸众生在性爱方面的痛苦啊。那我也是曾经的被她好好的教导过。话说，我们曾经在日本的时候，想起了彼此的一个共同回忆。以前呢，我的花魁姐姐呢，真的就是一个花魁。她在日本的时候呢，是当代是非常受到尊重跟欢迎的一个女花魁。哇，那个是捉拿男性的心理，跟她的那一根实在是非常的厉害。刚好那个时候我是他亲选的那个接班人，但是呢，我非常的不屑这一切，于是在14岁的时候就卷款逃跑了。这件事情，他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还似乎无法谅解我，直到我后来终于开窍了，所以我们又共同的一起对于性、爱、谈吹，还有内在的一个框架，如何从性到超意识，我们这一阵子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探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大部分的情侣或是夫妻，他们的那个性爱的热恋期只有前面2年，最多2年呢？然后很多就从此就再也跟对方不做一些亲密的接触，或者是觉得好无聊哦，那只好就另外再另辟蹊径，或者是另外再找一个出口。所以很多的那种第三者小三各方面的炮友就应运而生。所以 Renee 你怎么看？我现在在念的这个研究所呢，我在做的论文题目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在探讨无性夫妻这个部分，国外的一些研究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呢，它在2008年到2018年的时候有调查大概18岁到28岁这些青少年28岁都还算是青少年到成年这个阶段。OK， 那他们的无性的比例大概是有23%左右，那还每年的持续增加。那包括在夫妻的部分，大概有50%是没有性生活的哟。之前有看到一个 TED 的报道，那上面是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有很多在性事上面是没有性生活的。那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宗教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国家。那有非常多的基督教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，然后也认为性是不洁的。那所以包括在从小的家庭观念到了他们入学，因为其实美国整个学校的氛围还有他们的文化是开放的，所以也因此造成他们有很多的冲击。那相对在台湾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有很多的思想都是受西方文化的思想。其实我很意外，我一直以为国外的风气是比较开放，参加一个 party， 然后我们看对眼了，然后就2个人就上开房间了，对对，甚至在厕所怎么样都可以。可是没想到他们结婚之后也是受到宗教的这个影响，这些制约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误解，就是关于西方国家应该是比我们更开放的。是，但是其实我们只是从我们很多的外国片的影集上面就是美国的影集，就是我动不动去参加个 party， 我就可以跟你上床一夜情，然后性是很开放的。那其实呢，以我们的研究来看呢，其实美国相对的比其他国家还要保守，就以他们的基督宗教来讲。我还以为是我们东方比较保守，我还以为是我们东南亚比较保守。没有，其实美国也是。是非常在性方面是非常保守的。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性爱这件事情，单讲性放诸世界，四海皆准是没错没错。大家既渴望，然后又觉得好渴望的去体验、享受跟突破。对。可是同时又会被有很多的框架给制约住。你看像东南亚、日本。
泰国，甚至现在韩国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在性爱的这方面的 topic 或者是影片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抒发，尤其是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日本嘛，没错。那日本他们拍的都是比较属于受欲比较多的，比较是在那个性方面的冲击感的追求性比较大的。对。但是在韩国，他就很追求的就是一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欧巴，康斯诺米达。擦亮黑哦，擦亮黑哦，擦亮黑哦 ！Oh my god！ 我已经被我的花魁姐姐已经迷到不要不要的了，对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它像泰国也是一个既追求精神，可是他们在性欲的层面也是各种什么18禁啦，是几百招啦，都有所以看起来很表面的保守。可是事实上，我觉得大家都不敢直面那个内在的欲望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那尤其是在最近又在讲女权运动这件事情，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就在讲说，我性自主，我应该跟男人一样是平等的，我应该在性上面可以拥有我的自主权，包括堕胎也是。我们前阵子也闹得很多的风云有关于堕胎这个议题，就是我们女生的肚皮为什么是掌控在男人的手上？是我要不要生这个孩子？为什么我要经过男方的同意，或是法律的同意，我才可以？或是家人的同意？是。那很开心的是，好像最近有通过这个法案，是我们女生终于开始可以拥有我们肚皮、肚子这个子宫的自主权。对。那所以在性方面呢，因为台湾我觉得目前是比较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里面，就是对性这方面，毕竟我们受了西方还有日本啊各个国家文化的熏陶，5000年来的这种男尊女卑的熏陶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内在的一个。怎么讲？现在有很多的内在一个矛盾，我到底是怎么样的性比较适合我？所以因此在台湾最近流行了很多的约炮的软体，是对什么就不讲那些名字了。那其中呢，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呢，她也最近加入的这个约炮软体，她也发生了一连串蛮有趣的事情，也颠覆了我对现在台湾一些新女性的一些想法。哇，约炮软体耶，女性其实也是开始拿回自己的性自主权了。对，但相对的，我相信在某些在玩这些约炮软体人的男女，他们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社会道德价值的一些压力跟这些框架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框架最大反映在，听说有很多的医师的俱乐部都很流行换妻，还要戴着面具，然后才能够放飞自我，然后没有那种道貌岸然的束缚，然后没有表面上那种人五人六的这些框架，才能够尽情的把自己的性能量完全的挥洒出来。对，没错。那个姐妹怎么样？她的约炮的经验？对我那个我觉得在我这个姐妹她跟我聊约炮的这个经验的过程呢，那其实她刚开始其实她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女性，她非常执着在于1对1的关系里面。那因为在1对1的关系里面，常常都是很不顺遂的，要不就是被男生抛弃了，要不就是成为别人的第三者。那后来她就刚开始她加入这些交友的软体呢，她只是想说要认识一个新的伴侣，结果没想到，殊不知最后才发现它是一个约炮软体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在里面还玩得蛮开心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在这个约炮的软体过程当中，他们还是会进行所谓的约会。就是我第一次还是跟你出去吃饭，然后去彼此培养一下感情。男性朋友们有没有开始觉得很心动？对。然后再开始进入如果顺眼的话，可能我们就是可以进入到下一步，就带去hotel 里面做性事的部分。那我发觉这个女性朋友很有趣的一点就是，她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她在性事上面，假设她今天跟这个炮友在做爱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是她不舒服的，或是这个男的前戏做得不太好的时候呢，第二次这个男的要约她的时候，她就会把这男生的所有的不好，你在性事上面啊不够怎么样啊，你的前戏做的不太好耶，不然的话之类的，对，你应该哪里要温柔，对呀，对他就是好敢讲，对，很敢讲的把它讲出来。
但是我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，我突然发现一点，我说，我觉得其实你这样约炮，有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是如果今天是你的伴侣，就是你真的很爱的这个男人，你敢跟他这么直截了当的讲性上面的需求嘛？就说亲爱的，我觉得你的前戏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我的敏感点在哪里？你可以怎么样的去俯视我，或是让我开心？对，然后他突然也惊觉说对耶，如果是我的男朋友的话，我可能我就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去告诉他我的需求，因为想要去保全对方的一个面子，或者是保全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一个形象跟样子，所以就会不太敢去讲。可是约炮软体他们少了那种情感上面的负担，反而他可以很直截了当的说，你上次让我这样很不爽了，你还要再跟我约的话，你要这个方面要改进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就变成说，我们在这个点上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框架是来自于角色的这个框架，就是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应该要怎样？我的男朋友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？那今天他不是我男朋友，纯粹是炮友的时候，我就会怎么都是男人，同样都是跟男人在做爱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爱的这个品质跟形式上面会有这么大的不同？所以话题又绕回来了，是绕回来到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无性夫妻？因为两个人双方都有一个期待，可是期待对方能够很敏锐的感受到，而是当对方没有感受到的时候，自己又觉得我碍于说出口，无法说出口，我碍于形象，所以我无法说出口。于是乎呢，就会怨对对方说，你爱我，你应该要知道啊，你应该要会观察啊，你应该要会了解啊，你怎么会都不说，然后不了解，然后你好像只是一厢情愿的在满足你自己的感觉，而你忽略了我的感觉，两个人没有在一个合一的状态，那自然而然的过了那个热恋跟新鲜期，然后越来越远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又有了孩子之后更没有兴趣，那就只想去外面去找其他的发泄管道。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，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么多故事来看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，让夫妻之间，不管是夫妻或是情侣之间产生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沟通，就是还有探索对方跟探索自己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坐下来好好的互相的交谈，但是应该是在结束之后，然后两个人在你侬我侬的时候，就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刚刚怎么样？怎么样让我觉得好舒服哦？”然后或者是说：“刚刚那个好痛哦，你轻一点。”是，果然是我的花魁姐姐。抽根烟。好，收到。老婆，我今天表现得如何？好，这样就可以。老公你好棒哦！可是如果你可以再更温柔一点更好。我好喜欢你从我的背后亲过来的感觉。你这样子轻轻的在我耳边吹一下，我就觉得看我被爱了。对，是。所以其实全身上下都是性器官啊，没错。我们的皮肤、我们的各方面的五感六觉，还有气氛的营造，我觉得真的不要因为对方已经是你的老相好了，或者你已经觉得这就是我的了，他跑不掉了，然后就掉以轻心。千万不要这样认为，对，因为外面的花永远总比家里的香。对，就是那个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所以女生永远都是可以放在心上，然后打飞机杯的。回到我们最终就是解决的一个方式啦，还是情感的交流啦。是，对，非常的重要。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内在真实的想法跟感受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因为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，让我们很多女性从小教导就是逆来顺受。那父母其实也没教导我们要怎么跟未来的伴侣。父母是能不提就不提对，我觉得古代的人还比我们更加的开放。没错，古代还有那种春宫图来做一些性教育的教导。对，就是你的嫁妆。皇宫贵族他们在结婚之前，然后都会有请一些什么性爱的丫鬟啊、侍妾，然后来进行一个指导。然后女性的那个小姐规格出嫁前，还有奶妈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个婆婆阿姨，然后来进行一个指导，如何来讨自己老公欢心。可是现代的父母居然比以前还要更加保守。回到超意识 DNA 因为我们这是一系列的从性到超意识的一个讨论，这个 topic， 那要让大家开始能够享受真正的一个性爱的美好。
其实真正的一个性爱的交流是从我们的心轮去出发的。那从心轮出发，你会真正的去珍惜对方。但如果你是从海底轮中焦以下啦，就是我们的性器官啦、双脚、双腿，就是比较一种原始的一个生存欲望出发的话呢，那么你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兽性的一个交配的撞击的满足。但是这个撞击的满足，再怎么样的激烈跟强烈，永远都像一个黑洞一样，无法被填满，因为它缺乏了爱的能量。所以爱最重要，做爱做的是那个爱的能量。没错。所以当你愿意用你的眼睛，然后好好的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用一个很珍惜的态度，然后对对方呢，从头到脚，好好的去欣赏一遍，这个是最基础的。我们女生也一样，像我们的那个性爱女神的课程，第一章就是要我们女生懂得去欣赏自己的肉体，无论你哪里胖哪里瘦，你都愿意对你最不满意的部位说，我接纳你，我深深的爱着你，我愿意去接纳我从头到脚的每一分每一毫，然后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粒子，甚至还要常常的去看着镜子，然后对着镜子的你的眼睛说，我爱你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好美。真的你不需要男人的滋养，男人也不需要女人的滋养，你就光看着你自己，好好的爱上你自己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无条件的爱。没错，这是第一步。通常这也是非常难做到的，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姐妹 Isis 的课程哦。因为对我而言，我真的觉得自己要做这个动作是有一些困难的，它真的是需要一些好有困难，我们现在就来指导，请大家双手先交叠放在你两乳之间的心轮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去聆听你的心跳，感受到你心轮，也就是两乳之间的这个能量中心，以及你的物质身体的心跳。当你在聆听你心跳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愿意跟你自己完全的在一起，完全的和自己在一个合一的状态。这个时候，请你问问你自己，我需要什么？我真正渴望的又是什么？我真实的渴望爱，那是什么样的爱？谁的爱？然后再做深度的呼吸，感受到呼吸的时候，你的心轮及你整个气场都是完全的被开展。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爱，而且是自己对自己的爱。当我们对自己的爱及专注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向外索讨。在我们在向外索讨的过程之中，常常对方会因为自己也是匮乏，也没有办法给太多，而开始想要逃避。于是缺爱的我们的这个部分就会想要得到更多，会想尽办法去索讨，去勒索，不惜用爱跟用性。所以女人其实是很擅长用性去惩罚男性的。无论你现在是男人或是女人，你正在为了性而受苦，那么请你现在回到你的内在，好好的聆听你的内心，聆听你的心跳，去感觉你的双手的热能正在传送到你的心轮，不断的做心轮的扩张呼吸，感受你的心轮是一个粉红色的光体，随着你的吸气扩张，越来越扩张，并扩张到身体之外。完全的融入在你的呼吸。当你觉得全身都开始放松了，你就可以移动你的右手到你的肚脐。肚脐是我们的本我，也是我们在还没离开母体的时候脐带需要营养的地方。
做3个深呼吸，完全的与你的脐轮连结。去感觉到，在你的本我之外，就是缺爱的内在小孩。面对你的内在小孩，也请你带着爱问问他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都愿意给你。然后做7个深呼吸，把心轮的爱完整的透过吐气送到你的肚脐，给你肚脐的内在小孩。当你用自己的速度做完7个深长而缓慢的深呼吸之后，移动你的右手到你的耻骨，也就是你阴毛的这个区域。这里有许多我们藏着的羞耻感，或者是有很多的框架跟制约，都在耻骨的这个地方，变成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紧密的细胞记忆。现在请你完全的将你的右手移到这个区块，移到你的耻骨，去感觉最基础的一个生存的动能，传宗接代的动能，渴望合一的动能。完全的去体验你的身体。当然，这个动作在睡着躺着的时候也可以做，好好的去跟你的性能量带着它一起深呼吸。你觉得整个骨盆腔就像是一个圆球，一个光球，逐渐的发光发亮，就好比是你的骨盆腔之中有一个手电筒，开始发光发亮，开始随着你的意识向外扩张，把过往你对于性的批判、框架，对于偷尝禁果都是会有一个兴奋，但是同时又会觉得羞愧。请你透过深呼吸，吐气的时候，把这个羞愧的感觉再次的释放掉。如果你没有感觉到，那么你就单纯的带着你的整个骨盆腔的底部的海底轮，也就是现在所摸的这个位置，好好的深度呼吸。现在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爱的过程。无论你是男性或是女性，都可以好好的做这个的深呼吸。这时候呢，就伸出你的左手，也伸出你的右手，并让双手掌相对，然后贴合，紧紧相握。这是象征着你的内在男人以及内在女人开始愿意靠近对方。我们每个人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同时都有内在男人、内在女人的能量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阴阳。现在双手紧握，十指交扣的紧握，然后移到你的心轮，让你的内在男人以及你的内在女人能够重新的爱上对方。然后一样的做心轮的扩张呼吸。
当你觉得全身会开始发热，那就代表你的阴阳的能量正在相互拥抱、和谐共振、和谐运作。然后将这个阴阳和合的温暖的动能扩散到全身。然后再做3个深呼吸。最后一个呼吸之后呢，左手放回心轮，右手放在你的剑椎，然后右手的中指最好是 touch 到你的尾骨、尾椎的位置。现在就是要调和性跟爱的能量。无论男性有心阴性的不举，或是女性有心阴性而造成的性冷感，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能够帮助你达到你的内在调和，让你能够恢复阴阳协调而产生的美、爱、和谐与宁静。所以当你的右手好好的贴着你的剑椎，中指是触碰到你的尾椎，它可以提升性的能量来到爱的位置，让你不再是在性的方面只是为了满足欲望，而是能够提升到心轮的爱的能量，帮助你能够真正的身心满足，而不只是一个欲望的满足而已，因为欲望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。所以当把这个温暖传送到你的剑骨，做深呼吸7次，完全的融入你的呼吸，跟你的呼吸在一起。你会感觉到尾椎开始发热，心轮发热。你也可以把这个意念很有意识的带到头顶，也让头顶收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喜悦。当你全身都充满阴阳协和的爱的能量，你会感受到放松而且满足。然后再做3个深呼吸，让你全身的细胞记住这个美好的感觉，这个温暖的感觉，这个爱的震动。3个深呼吸，你也觉得足够了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张开眼睛。那刚好你身边如果有伴侣的话，请你跟他一起做哦。来吧，手相握，十指相扣，手相握，然后看着对方，心里不断的传送我爱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姐妹，我好爱你哦。我也好爱你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要去爱爱了，再见。拜拜。抽一个烟。我们来做个事后烟。好的。刚刚姐妹爽吗？非常的爽。刚刚就是性爱呼吸，也就是我们的弹吹呼吸，最基本的。全身发热，所有的伴侣呢都一起做了之后呢，在互相的性爱，保证可以让你水乳交融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好扯哦。天哪！